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公元前551年，一个孩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泥丘山上。他父亲叔良哥是鲁国的一个小贵族，做过邹邑大夫，年纪很大了，60、70岁。他母亲姓严，叫严征在，很年轻，不到20岁。老夫少妻，生了一个儿子。那孩子生下来，头顶中间低，四周高，像泥丘山，给他取名叫丘，字仲尼。孔子，孔是姓，子是尊称。孔子3岁的时候，父亲死了。叔良哥死之前，妻妾成群。正妻生了9个女儿，1个残疾的儿子。妾生了孔子。正妻容不下孔子母子，叔良哥一死，正妻就把孔子和他母亲赶了出去。严征在带着3岁的孔子搬到曲阜城东南一个叫阙里的地方，住的是破房子，靠他自己织布种地养活儿子。孔子17岁那年，母亲也死了。严征在死的时候不到40岁。孔子把母亲的棺材停在一条大路边，他去找父亲叔良哥的坟，他不知道父亲埋在哪儿，没有人告诉他。他问了好多人，最后找到了。他把母亲的棺材抬过去，跟父亲合葬在一起。那一年，孔子腰上系着白布，一个人站在坟前。他没有兄弟姐妹帮他，没有叔伯替他操心，他自己做主。从那以后，孔子开始自己养自己。他做过很多活，给人家管过仓库、记账、点货，给人家管过牧场，牛羊养得膘肥体壮。他个子高，1.9米多，力气大，干活不惜力。鲁国的大夫孟偏子看中了他，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当家教。孔子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。20岁以后，孔子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但他从来不满足于当一个小吏，他开始读书。读什么？读礼，周朝的礼，从周公传下来的那套规矩，怎么祭天，怎么祭祖，怎么结婚，怎么办丧事，怎么请客，怎么打仗，都有规矩。别人觉得烦，他不觉得。他把这些规矩学会了，还觉得不够。他要弄明白这些规矩背后是什么。他收学生，来的人什么样都有，有钱的，穷的，老实的，滑头的。孔子说，给我10条干肉，我就教你。10条干肉不算多，也不算少，够吃一阵子。但孔子看重的不是干肉，他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心来。你来了，你就是我的人。你叫什么，家里干什么都不重要。我教你的不是怎么种地，不是怎么做买卖，我教你做人，怎么对待父母，怎么对待朋友，怎么对待国君，怎么对待自己。孔子的学生越来越多。他30岁那年，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到鲁国来访问。齐景公问孔子，周朝为什么丢了天下？孔子说，因为周朝的王不守礼了。你是齐国的君，你要想齐国好，你也得守礼。齐景公听了，点点头。孔子那时候30岁，后来他自己说，30而立，不是说他立了多大的事业，是他心里有了一个主意，那个主意后来他一辈子没有改过。孔子50岁那年，鲁国出了一件大事，季氏家的2个家臣杨虎和公山不扭造反了，鲁国的国君被赶到国外去了。杨虎派人来找孔子，他想请孔子出来当官。孔子没有去，他知道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孔子等的是别人，等谁呢？等鲁国真正管事的人，季桓子。季桓子把杨虎赶走了，派人来请孔子。孔子说，好，我去。那一年，孔子51岁，他被任命为中都宰，管一个县城，干了1年，干得好，升官了，做小司空，管工程，又升官做大司寇，管司法。他做得太好了，齐国害怕了，
怕鲁国强大起来。齐国人想了一个办法，送了80名舞女、120匹好马给鲁国国君。国君收了，天天看跳舞，不上朝了。孔子站在朝堂上等了好几天，国君不上班。孔子摘下帽子走了，他走得有点狼狈。鲁国正在开春祭大典，国君分了祭肉，没有给他。按规矩，大夫都有祭肉，没有给他，就是告诉他你走吧。孔子没办法，他不能不走。他带着学生走出曲阜城门，他走得慢，走一步回头看一眼。学生说：“老师，走吧。”孔子说：“慢慢走，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路。”孔子55岁开始周游列国，他去的第一站是魏国。魏国国君叫卫灵公，老婆叫南子，长得很漂亮。卫灵公问孔子：“你在鲁国拿多少俸禄？”孔子说：“6万斗。”卫灵公说：“我也给你6万斗。”孔子就在魏国住下了。但卫灵公不用他，每次要打仗了，卫灵公来问他，打完了又不理他了。孔子待了10个月，走了。他去了陈国、曹国、宋国、郑国、蔡国、楚国，没有一个人用他。走到宋国的时候，宋国的司马叫桓颓，不喜欢孔子。孔子带着学生在大树下练礼仪，桓颓派人来把那棵树砍了。孔子走，他穿的衣服像古人的礼服。桓颓的人追他，孔子说：“老天给我的德行，桓颓能把我怎么样？”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不怕，他穿着那套礼服跑得很快。走到郑国的时候，孔子和学生走散了，学生找不到他，到处问。有人告诉他的学生，东门外站着一个人，额头像尧，脖子像高尧，肩膀像子产，腰以下比大鱼短3寸，相貌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那个人看起来像一条丧家狗。学生找到孔子，把原话转告给他。孔子笑了，说：“外表不重要，丧家狗，他说的对。”孔子在魏国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河边看到风景，他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水一直流，时间一直走。”他没有时间了，他快60了。孔子在陈国住了3年，赶上吴国打陈国，楚国来救陈。楚王听说孔子在陈国，派人来请孔子。孔子想去楚国，从陈国到楚国要经过蔡国。孔子带着学生走到陈蔡之间，被人拦住了，不是强盗，是2国的兵。他们在野外被围了7天，粮食吃完了，有人饿得站不起来。学生子路问他：“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君子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但小人一旦走投无路，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子路问他：“老师，你觉得你的主张不对吗？不对的话，咱们改改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对的不是我的主张，是我的命。我的主张没有错，没有人用我是命。”子贡问他：“老师，你的主张太大了，你不能把它缩小一点吗？缩小一点，别人就能用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耕田种地，把种子缩小，能长出东西来吗？能。你种了1粒谷子，它长出一棵苗，苗上结了100粒谷子，你不能把这100粒谷子缩成1粒。我的主张就是这样，我不能缩，缩小了就不是我的主张了。”颜回说：“老师的道理太大了，所以没有人用。但没有人用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人用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君子。我们学道不是为了让人用，学了道没有人用也不后悔。”孔子听了笑了。后来楚国的军队来了，把孔子接走了。但楚王死了，孔子没有做成官。他68岁那年被接回了鲁国，他不再求官了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、写书、教书上了。他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赞周易，修春秋。孔子说自己
15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，70从心所欲不逾矩。70岁那年，他还有最后一件心事，他的儿子孔鲤死了。孔鲤死在他前面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，他哭得很伤心。他说：天要亡我，天要亡我。又过了1年，子路死了。子路是被人砍死的。孔子听到消息不说话了。公元前479年，孔子73岁，他病了，躺在床上。子贡来看他。孔子说：你怎么来得这么晚？他唱了一首歌，唱完流了泪。他对子贡说：泰山坏乎？梁柱摧乎？哲人伪乎？7天以后，孔子死了。鲁国国君来吊唁，他哭得很伤心。他说：老天爷不让我走，老天爷不让我走。孔子的学生们在他坟前守了3年，子贡守了6年。他们把他的话记了下来，编成了一本书。那本书叫《论语》，只有16000字，但那16000字后来被每一个读书的人读了，读到至今还在读。孔子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用他。他站在东门外，被人说是丧家狗。他说：丧家狗。他说得对，他不怨别人，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太大了，他的时代用不上，但他相信以后的时代会用上。他没有等到以后，以后的人等到了。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孔子的书成了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。宋明的时候，有人说：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老天爷不生下孔子，万古就像长夜一样黑。这话有点过了，但能说过头话，说明他在人们心里早就不是一个人了。他是圣人，说他是圣人，他不一定愿意。他要的不是被供在庙里，他要的是他的主张被人用了。他的主张是什么？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和为贵？学而时习之，有教无类。这些话说出来，你觉得平常，好像你本来就知道，你本来就是知道的，但只有他说出来了。联合国的大厅里刻着一句话，那句话是孔子说的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孔子活着的时候，最得意的学生是颜回。颜回住在破巷子里，一碗饭，一瓢水，别人都觉得苦，颜回不改他的乐。孔子说：贤哉回也。颜回死的时候，孔子哭得很厉害。旁边的人说：您哭得太伤心了。孔子说：我不为他哭，还为谁哭呢？孔子最喜欢的另一个学生是子路。子路脾气暴，爱顶嘴，孔子有时候骂他，但从来没有真的生气。子路后来死在魏国，被人砍成了肉酱。孔子从此再也不吃肉酱了。孔子对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顶嘴的好学生他夸，爱顶嘴的坏学生他也夸，笨的他慢慢教，懒的他推一下。他说：有教无类，不管你是谁，我教，你听了不听是你的事，我教不教是我的事。孔子活着的时候，很多人骂他，有人说他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有人说他是丧家狗，有人想把他的学生抢走，他不在乎。他说：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别人不知道你，你不生气，这就是君子。孔子一辈子没有做成他想做的事，他要天下太平，他的天下没有太平。他要国君用他的主张，没有一个国君用他的主张，他失败了。但他死后，他的主张被他的学生记住了，学生的学生记住了，记了2000多年。孔子被葬在曲阜城北，他的墓很大，是后人修的。墓前有一块碑，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，每年都有人去，去的人不说话，
鞠个躬，在碑前站一会儿。他们不拜神，他们拜的是一个老师，他教的东西你在课本里读过，你记不住，但你在生活里用过。别人打了你左脸，你把右脸也伸过去，那不是孔子教的。孔子教你的是以直报怨，别人对不起你，你该怎么对待他？公平。你对我不好，我不报复你，但也不讨好你。我不是圣人，我是直人。他教你怎么做人，做人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朋友，对得起自己。做人不撒谎，不骗人，不害人。做人不偷懒，不抱怨，不放弃。这些事你都知道，你以为你本来就知道了，但你是从他那里知道的，他替你说了出来。他说仁者爱人，他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他说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他说温故而知新，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。你可能没有读过《论语》，但你一定知道这些话。这些话已经不是在书里了，在空气里，在饭桌上，在学校的墙上。孔子让这些话变成了中国话，没有他，这些话也会有人说出来，但他说的最早，说的最干净。夜深了，你想起小时候背过的那些话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你那时候不懂，现在呢？也许懂了一点，也许还没有，没关系，他的话不急，你可以慢慢懂。晚安，愿你心里有一个孔子，不是庙里的那个，是那个站在东门外被人说成丧家狗的那个。他笑了笑，说他说的对，他不生气，他不生气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。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也不要紧，慢慢想。孔子从15岁立志学习到70岁随心所欲，他用了55年走到了那一步。那一步不是权力的顶峰，是内心的自由。他60岁的时候还在路上走，被人嘲笑，被人追杀，被人困在荒野里没有饭吃，但他说耳顺。别人骂他，他听得进去；别人夸他，他不飘；别人的话到他耳朵里就顺了。不是他听不见，是他不往心里去。他不往心里去，是因为他心里有东西，那个东西比别人的话重。70岁的时候，他回到鲁国，不走了。他可以随心所欲了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出规矩，不是规矩管着他，是他和规矩成了一体。他不用想就知道该怎么做，那是他修了一辈子的功夫。孔子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宰我的，宰我白天睡懒觉，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。还有一个叫冉求的，冉求帮季氏搜刮百姓，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，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攻击他。还有一个叫子贡的，子贡做生意赚了钱，孔子不骂他，还夸他。孔子不是老好人，他该骂就骂，该夸就夸，他不看人脸色，他只问对不对。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除了颜回，还有一个叫曾参的。曾参不怎么说话，但听话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参说为，就一个字，别的学生没听懂，问曾参老师说的什么意思。曾参说忠恕而已矣。忠是尽己之力，恕是推己及人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你想让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别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孔子不跟人吵架。有人不同意他，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走了。他不辩论，他觉得辩论没有用，你说服不了一个不想被说服的人。他等着你自己想明白。他教了3000学生，成才的72个。他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，你来了我教，你走了我不留。
你回来，我还教。孔子死了以后，他的学生散了，有的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有的继续教书。他们把孔子的样子带到了全中国。战国的孟子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，孟子把孔子的学说发扬光大，成了亚圣。汉朝的董仲舒把孔子的学说跟政治绑在一起，让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从那以后，谁想当官，谁就得读孔子的书。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朱熹的人，他把《论语》和孟子、大学、中庸合在一起，叫四书。从那以后，每一个读书人都要背四书，背不下来，考不上功名。孔子的书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圣经，但他自己不知道，他活着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。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，他读了《论语》，吓了一跳。他说，这个人怎么跟我们的苏格拉底一样？他没有说错，孔子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的人，一个在东边问什么是仁，一个在西边问什么是正义。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但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。18世纪，法国的伏尔泰读了孔子的书，他说，我们不能不把这个人的画像挂在家里。他把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这句话写进了法国的人权宣言，联合国的成立宣言里也引用了这句话。2000多年后，一个在野外挨过饿，被人追着跑，被人说成丧家狗的老头，他的话成了全人类共同的准则。孔子没有出过国，他连海都没见过，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楚国边境，他的天下就是中原那几十个小国，但他想的事情是全人类都想的事情。人和人怎么相处，国家和国家怎么相处，我自己应该怎么活，这些问题他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，但他给出了方向。那个方向2000年后还没有过时。有人说孔子保守，想要恢复周朝的旧制度，他确实想要恢复周礼，但他要的不是周朝那些具体的规矩，他要的是一种秩序，一种让人活得有尊严、有规矩、有底线的秩序。他生活在一个没有规矩的时代，诸侯杀国君，大臣杀诸侯，家臣杀大臣。他觉得人不能这样活，人得有个样子。他那个样子是什么？是仁。仁者爱人，你把别人当人看，你就是仁；你不把别人当人看，你就不仁。他把仁这个字变成了中国人的底线。你欺负别人，别人说你不仁；你虐待动物，别人说你不仁；你对父母不好，别人说你不仁。这个字是孔子发明的，他发明了一个字，管了中国几千年。有人问他什么是仁，他说爱人。有人问他什么是知，他说知人。有人问他什么是君子，他说不忧不惧。有人问他什么是小人，他说比而不周。他每个问题都回答，但每个回答都不一样，因为他看人下菜。你不是问问题，你是问你自己，他在帮你找你的答案。孔子的学生问他，老师，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？孔子说，有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想要的，不要给别人；你不想被别人骗，你就不要骗别人；你不想被别人瞧不起，你就不要瞧不起别人；你不想被别人害，你就不要害别人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一句话够你用一辈子。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学生说，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温和但严厉，有威严但不凶猛，恭敬但安详。他的学生跟他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一个词能完全形容他。他不是神，他是人，一个把自己修到极致的人。他在陈菜绝粮的时候，学生饿得站不起来，他还在弹琴。子路问他，
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？他说，君子固穷，不是君子不会遇到困难，是君子遇到困难还是君子，小人遇到困难就变了。他没有变，他没有变，是因为他心里那根弦一直是紧的，断不了。孔子死后，有人想把他的书烧了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把《论语》烧了，但有人把它藏在墙缝里。汉朝的时候，墙倒了，书出来了，又有人把它刻在石头上。唐朝的时候，石头裂了，有人抄下来。宋朝的时候，有人把它印出来。每一次有人想毁掉它，就有人把它藏起来。它一次次的死，一次次的活。它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，没有故事，没有情节，没有悬念。它就是一个人跟他的学生聊天的记录。那个人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人说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那个人说，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那个人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听他的，但他死后，所有人都在听。孔子的老家曲阜现在是一个小城，城里有一座庙叫孔庙，庙里有一块碑叫杏坛，传说那就是孔子讲学的地方。每天都有很多人去，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，说着不同的方言。他们在碑前站一会儿，拍张照片走了。不知道他们拍的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那个人跟他们一样会饿，会哭，会失败。孔子的墓在孔庙后面，墓前有一个亭子，亭子里有一块碑，碑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。碑是后人立的，墓也是后人修的。真正的孔子不在那里，他在书里，在画里，在你听到的每一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里。有一个故事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说孔子站在河边，看着流水，说了一句话。他的学生问他，老师，你在看什么？他说，我看水，水没有心，但它最接近道。它往低处流，不争；它洗干净别人，不怕脏。它遇到石头，绕过去；它遇到悬崖，跳下去。他没有怨言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孔子像水，他一生往低处走，他不争，不抢，不怨。他洗干净了很多人，自己脏了。他遇到石头，绕过去；他遇到悬崖，跳下去。他没有怨言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叫人，那个地方很远，他走了一辈子没有走到，但他把路修好了。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鲁国有一个大夫说子贡比孔子强。子贡说，你拿墙做比喻，我的墙只有肩膀高，你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是什么。老师的墙有几十米高，你找不到门进去，你里面看到的那个不是老师。子贡没有说错，我们看到的孔子都是墙外的，墙里面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他自己知道。他说，吾道一以贯之。他的道是一个字吗？不是，是两个字，忠恕。忠诚地对待自己，宽恕地对待别人，自己站得正，也帮别人站得正，自己走得远，也帮别人走得远。他不喜欢的不强加给别人，他喜欢的就分享，就这么简单。孔子不喜欢的人很多，他不喜欢巧言令色的人。他说这种人鲜矣仁，花言巧语，满脸堆笑的人很少有仁德。他不喜欢把别人往死里整的人。他说这种人岂有川渝之道也与？跟翻墙头的小偷差不多。他不喜欢跟风的人。他说这种人德之贼也。他的好恶清清楚楚，他不怕得罪人。孔子也有幽默的时候，他有一次说，我不想说话了。他的学生说，老师你不说话，我们怎么办？孔子说，
天说了什么？天没有说话，但四季照常运行，万物照常生长。他不想说话了，但他还是说了很多。他忍不住，他看到了就想说，说出来了就想让别人听见。他不是一个沉默的人，他憋不住。他憋不住是因为他心里有事儿，他心里的那件事儿叫道。他说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早上听到了道，晚上死了都可以。他不知道道是什么，他找了一辈子，他没有找到，但他找的时候已经很接近了，接近到他的学生以为他就是道。他说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一直在找的人。孔子死的时候73岁，他死之前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坐在2颗柱子中间，有人给他献祭。他说夏朝的人死了，棺材停在东街；周朝的人死了，棺材停在西街。我是殷商的后代，我的棺材应该停在2柱中间。他躺下来唱了一首歌，唱完流了泪。他说泰山坏乎，梁柱摧乎，哲人伪乎。他不是哭自己，他是哭那条路，他走了一辈子的那条路，以后谁来走？有人走了，他的学生走了，学生的学生走了，走了2000多年，路还在，走在路上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但他踩出来的那条路比任何碑都硬，2000年了，没有被磨平。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知道那个第一个踩出他的人。他走了，但他把鞋印留下了。晚安。